人美心善，而且他特别大方，而且他很敬业，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他回去休息的。对，自己也做到了，而且没有那个威亚，非常累。对，他是个恋爱脑，没有岁数就活不了，最喜欢的就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唐振超，在电视剧《珠帘玉幕》当中饰演郑之恒郑五郎。作为本剧在扬州最后出场的大反派之一，请用3个词形容一下自己是怎样的反派？阴险，但是很勇敢，还有一点小可爱。郑之恒和苏慕遮前期在商业上的互相较量很有看头。你印象最深刻的和苏慕遮的对手戏是哪一场？有一场是苏慕遮为了把我拦下来，然后他挡马，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那场戏我做到了一个马术起扬的动作，然后整一个为了这个动作可能拍了3个多小时。是你自己做到的吗？对，自己也做到了，而且没有那个威亚，然后就感觉很神奇，大概做了3个小时到半夜1点多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？非常累。郑之恒在剧中时而和苏慕遮合作，时而刁难，后面还起了杀心。郑之恒在心里是怎么看待苏慕遮这个人的？因为郑之恒就是属于扬州的富二代，扬州最大的富二代，然后在自己的家里，然后碰到了一个苏慕遮这样的人，是一个硬骨头，就是从来没有人在扬州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从来没有人敢在扬州拒绝我的请求，但是苏慕遮全做了一遍，所以会跟苏慕遮是一种互相不服气吧。这是第一次和赵露思合作嘛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非常好。人美心善，而且他特别大方，就是经常能够喝到赵老师请的饮料。而且他很敬业，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他回去休息的，包括换场啊或者中间，他都会在原地去等着。演技就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看得到，非常好。郑之恒找到崔十九许诺养他一辈子，答应他帮他振兴崔家。这时的郑之恒是想利用他，还是真心的？其实郑之恒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利用崔十九，反而是崔十九在利用郑之恒。那郑之恒心里是知道的吗？郑之恒知道，但是因为郑之恒从小他就喜欢崔十九，所以对于崔家没落了之后，他把崔十九安排在别院，其实郑之恒是心知肚明的，就是他想得很清楚，就是崔十九需要他能够帮助崔十九，因为崔十九也并没有隐瞒，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跟你在一起，但是你要帮我，所以对于郑之恒来讲是没有利用崔十九。谢可寅说郑之恒是个恋爱脑，你同意他的说法吗？对，他是个恋爱脑。天黑之后去找张继然，把所有的事情推到我一个人身上，告诉他你从头到尾都是一无所知的。没有崔十九活不了，最喜欢的就不行。用一个词来形容崔十九和郑之恒之间的感情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对于郑之恒来讲，应该是纯爱吧。所以崔十九说的是什么？郑之恒其实不是渣男，后期他其实是一腔真心付给崔十九的，然后也挺傻的。剧外，你对谢可寅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？就是第一次刚见到谢可寅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她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女孩，然后感觉好像有点难以接近。还记得你们破冰的场景吗？破冰，破冰就是有一次在拍那个横店的外景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很冷，就是冷的人都发抖那种，然后他会去把他的暖手宝分享给我，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很温暖的人。